我的皮肤、组织、身体的经脉。DNA 它也是一种编织，然后我们看到的雷电，它也是一个编织，风雨是一个编织，阳光光线它也是一种编织。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就是一种编织的结构。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也是像我们肉眼看到的，就是一个表象，一个山水的它的符号，它或者说是一个树叶的纹脉，一个水的流逝。但是其实它背后贯穿的是一个核心，它是一个可以跟内和外接通的一块留白。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各种媒介它能够非常自然的就是交织在一起。当我慢慢去深入里边的某一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就像我在学中国画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我在练习这些线条，可能这些都是来自经典，但是这种经历它其实是需要之后不断的去深入到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深入到大自然当中，不断的跟这个世界去对话。编织帮我打开这扇门之后，这些线条就变得越来越丰富，它可以变成是任何一种媒介，和之前的笔墨完全就是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可能这个线条才是正在塑造我，才是让我去理解更深入的，就是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在欧洲古代的时候，他们刚开始纺织的时候，可能需要把一些碎片式的布把它缝合在一起，衔接在一起，你就可以用系鞋带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形容它。这种连接方式其实是一直是贯穿到今天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去把一个完整的布去挖洞，然后这个挖洞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又有一个新的空间产生了。然后当这个空间产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把就是这个洞可以用一种连接的方式再次把它连接，所以它一直在挖掘新的气孔，又重新把它连上，然后这个过程一直是反反复复贯穿在整个蕾丝的生命当中的。当我在阅读书籍的过程当中，我就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伊日利亚的约鲁巴的妇女，她们就会用很细小的小刀在皮肤上刻一些疤痕，这个愈合的过程当中，让这个疤痕留下来，然后在阳光下，它就会形成一个正空间和负空间，然后这个时候，它有一种蕾丝的质感，就它其实是督促我不停的就是去追溯这些历史。这6组纹样其实也是我在不同的旅途当中采集的纹样，把不同地域之间、不同时间之间的纹样进行一个对比，梳理出来了6个纹样。它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和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纹样，也就是说，在之后的很多的纹样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们其实是一直在背后起到一个骨架框架的作用的。所以其实这次作品当中一直有在追溯这样的一个骨架，它可能只是一个形式，只是一个符号，但实际上它背后应该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动能，就是这个动能是非常强大，它可能就是我们对天地的一个对话的认知。我在去年塔达做驻地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次很好的梳理，让我一下子能把织物和其他的媒介进行贯穿了。它其实是我去看待世界的一种视角、一种方式，就是一开始说的，它是一种编织的方式，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是山水，还是城市，还是一个纹样，一个金属片，它其实是一种能够融会贯通到不同媒介的一个又抽象又具体的一个方式。这个过程也给到我一个启示，就是它能打开非常多扇门，它能引发出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也许这种矛盾虽然我不能去解决它，
但是他能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维系它，去连接它，去诉说它。